我是赵浩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戴伟山发言人、黄伟汉先生、费鸿泰委员、钟佩君议员、陈婉慧委员。好，那么美国因为共和党还在开大会，要开4天枪击案后，川普首次现身，右耳盖了个纱布右耳盖了纱布，然后呢，当然出来的时候已经全代会掀起高潮那么另外呢，他们这个全代会举行的时间一定要考虑到在哪里举办在东岸的时候要考虑到西岸的时间，在西岸要考虑东岸的时间，所以那个特别是那种 keynote speaker 重要的演讲的时候，电视转播希望都看得到所以那个时间挑选都是精心挑选的那这个记者光给记者安检就2小时然后有些记者带摄影机什么检查里面反正就是安检很严了这个等于我现在看一定是非常高级别的维安、特勤、州警察，通通全力投入。你看，到处都是警察到处都是安全人员马斯克大手笔要捐川普，每个月要捐4500万美元给一个新的这个超级行动委员会美国叫做 PAC 了就是呢，你如果捐给候选人可能有各种限制，但是我捐给这个 PAC 没有什么限制，就一个行动委员会比如说这个行动委员会就支持沈富雄选议员选委员然后呢，将来还继续资助他，等他当选以后就看他有没有按照他当时选举的承诺，有没有比如他竞选的政见是支持环保，有没有支持，没有的话就谴责他，有的话就支持他，继续支持他，所以这个 PAC 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非常大一个月捐4500万美金，不少了那另外呢，川普另外一个好消息，他们司法部长任命了一个特别检察官，起诉川普关于所谓机密文件，大家就把机密文件不到哪里去了等等那这个法官呢，把这个检察官的起诉驳回，法官的理由也很有意思，他说，司法部长哪有资格任命一个特别检察官调查总统，这个特别检察官是低级官员很低水准的，就是层次不高。为什么？没有经过国会同意美国重要的官员都是要国会同意的。那你像这种特别检察官的，应该国会任命怎么司法部长就可以任命呢？就调查总统呢？所以驳回。那过去30年，司法部长任命特别检察官基本上都被承认的，都被法院承认。但这个检察官很特别所以川普说，不光这个案子所有的刑事案最好你们法官都驳回纽约时报说，这个法官是违反30年的惯例他讲特别显然是所谓低等官员那另外当然川普很重要一点，他的副手找了一个38岁的这个范斯范斯曾经做了一本书叫做《绝望者之歌》出身很贫苦了后来当陆战队，然后进耶鲁大学然后这个书还拍了电影Netflix 还给他拍了电影那才从政2年而且这么年轻就被川普选为副总统的候选人，我们看一下。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J. Trump. 枪击后首度露面，尽管右耳包着纱布，但是前美国总统川普看起来完全进入战斗状态，双手不断做出加油打气的握拳手势，满脸笑容。可以看到，川普一出现，身边就有至少4名维安人员近身保护。走上台时，旁边有一整排的维安人员筑成了人墙，不让支持者有机会摸到川普。维安规格明显是比下乡造势时提高许多。Milwaukee, Wisconsin right now is probably the most secure place on the face of the planet because we have thousands of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场外的制高点都有狙击手，水道上也有多组特勤人员待命。You look back this direction here, you can see how vehicles want to enter this area. They have to go through a checkpoint like this one. 放眼所及，每个主要出入口几乎都是警力戒备。毕竟现在川普几乎全家人都到了密尔瓦基现场。众所瞩目的重头戏就是共和党要正式提名川普。It is my honor to nominate Donald J. Trump for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各州代表轮流上台，宣布把党代表票全都投给川普，而川普的副手人选也终于出炉，就是现年39岁的俄亥俄州参议员范斯。这一次还同步公布了共和党党纲，可以说是形同川普的一人政党。现在的共和党是川普的共和党。从今天通过的2024共和党党纲可以看到，川普对共和党的掌控。从外交、移民到贸易等关键政策，都是以川普的竞选政见为主，也明确看出共和党正式走入川普时代。好，这个范斯被提名当副手，他曾经说：“我绝对不挺川普。” Never Trumper， 我绝对不做一个挺川普的人，而且他还骂过川普 idiot 白痴、缺德哦。然后他把川普比为美国希特勒哦，但是呢，川普在2年以前帮他当选的参议员，所以他从此变成川普派哦，这个全力支持川普。所以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投机分子，有不同的这个看法了哦。啊，民主党骂他投机分子，共和党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他投机哈。来到郑怎么看？那我觉得川普是恶人天相不是吉人才有天相，而且他小伤那个小难小伤以后反有后福，而且这一次呢，因为趁着这个暗杀案过来，连挑副总统候选人都挑得得心应手。我觉得他挑这个万斯比从上一回挑 Pence 要来得好虽然他们2个人的名字都是5个字母。而且最后3个字都一样一个是 PENCE， 这个是 VANCE， 都是 NCE， 你看多巧合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万斯的故事真多他才39岁，从政才1年半，他是出生在 Rust Belt， 就经济衰退、钢铁业衰退的这个 Ohio 的地方，而且从小就是家里头就是多灾多难。就是贫穷一天到晚搬家老爸跑走了，那么老妈呢，就是这个酒精中毒酗酒还有这个毒品都有问题，是祖父母隔代教养，把他带到农业州的 Kentucky， 这个费鸿泰最熟悉的 Kentucky， 把他带大。念书的，对他8岁的时候还是继父把他收养过去，然后换成这个 Vance 这个名字。是继父的名字所以他高中毕业以后没有念大学，就从军去了，而且他从军就当海军陆战队。那当完以后回来就念 Ohio State。我认为他念这个 Ohio State 是有拿退伍军人的补助的，当然有很多优惠的。对他很快念完以后就去念耶鲁大学的法学院，念到博士。在同学在念书的过程中认识了他的老婆，他老婆是印度印度人这是印度人，是美籍印裔的，生了3个小孩，而且是非常杰出的大律师然后他完成以后就没有回故乡了，就去旧金山，然后在矽谷从事这个创投。在那段期间，短短的期间内，他认识很多有钱的金主，未来的金主，而且是在政坛有影响力的人。但是你想想看，那么短时间的人，姓谷满坑满谷都是老人他能够冒出来，而让大家都心服口服，一定有他的一手。所以川普这一次挑得不错，那是民主党已经没播就说你这个机会主义者摇来摇去一充满矛盾这干你什么事人家川普这点才厉害，他以前骂我，但是呢，尽管骂我，不管他怎么解释。我觉得他好，我就要他。你越骂越显得你的真的是黔鲁技穷而且这个 Vance 他怎么解释呢？他说我以前骂他是骂他的风格就他 style 我不同意，但是呢，我渐渐觉得他的 policy 他的政策是美国人民所需要的。这个讲的也还好，我甚至很敢大胆的，我觉得这个整个共和党的过程，借着川普2度进入白宫然后呢。他不能再当第3任然后他退任以后，我认为他的这个棒会交给 Vance 可能就是下一次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这个跟国民党就是郭董有一点这个味道，郭董也是外来的，但是他力道不够，没有办法受到国民党的提名，但是他提名大概也没有这个川普的威力，而且你看他这个共和党的优点就是说。借了外人进入白宫，
然后再下来就是这个苗红根正苗红的，真的有假包换的年轻一代的正式的共和党人，国民党要学这个教训。伟汉，川普现在目前的状况，我看到他的声势在往上冲。那他的这个就是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提名过程当中，现场就已经形成就2句话了 ：fight，就是全场喊的哦。然后再来就是 USA。那个就是在他当天枪击现场的时候所建构的那样子的一个氛围，他会一路到今年11月的总统选举。那当然了我不是美选专家，我不敢断言一定怎么样，有可能有变数或什么。可是如果你以之前雷根中枪之后的状况来看的话，这个中枪者事后民调是上升，雷根当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那在这一次中枪之前，川普他本来就是领先拜登的 CNN 的那个辩论，他还大幅的这个认为他辩论表现更好的人60几%。拜登只有30几。那当然了，观众朋友，我们在录影的同时，刚刚这个就是拜登又接受了专访 ，NBC 专访又谈到这个退选的问题，他很坚定的讲说绝不可能了所以有人在等说他会退嘛那他还有一句话讲完之后，我看这个也会变成是他的主轴。川普是可以选，大家认为他可以，我跟他只差3岁，我只比他大3岁。对啊，那为什么他可以选，我不能选？那还有一个说法，这个可能比较了解美国选情人讲说，原本一直想说可不可以把这个距离再拉近一点。可是当川普他现在被枪击之后，他声势也这么旺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好像这时候去换拜登的意义也不大。其他的这个民主党也没有人可以跟现在的川普来这个对抗，所以要换他的那个声音，好像这几天看起来就少了一点。最近声音都是讲川普被这个暗杀嘛，没有人再去扯拜登到底该不该换人了。真的换谁？现在换谁？换谁也都很难赢啊！所以既然拜登那么想继续选，就让他选吧。而且其他人可能也不敢出来了，在这个时候换是因为还可一搏，完全这个还可一搏，完全绝望了就不用换。没错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刚刚伟汉说这个拜登接受访问NBC 访问他说我好得不得了，状况非常好我只比川普大3岁我老什么老，对不对？而且呢，我一定参选到底，除非我被火车撞。他上次说，除非上帝叫我不要选，但是上帝不会下来叫我不选了，所以我选到底。现在说，除非我被火车撞所以看起来他要参选的意志还蛮坚定的了那另外呢，川普副手出炉，拜登说不意外，说这个 Vance 是川普的 clone 克隆人、复制人，就完全一样，不是两个没有什么差别嘛这他复制人而且呢，他很好笑他过去对川普政策很反对还是2016年共和党党内运动永远拒绝川普。Never Trumper 的一份子怎么现在又变了呢？现在是一个投机分子那拜登阵也是群起开火，说呢，范斯恐怕将助长川普。川普已经讲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已经搞得天下大乱了，变成一个极端的 Mega 极端的 Mega 或是 MAGA 那另外呢，拜登曾经说要把川普放在靶心。结果现在他真的被打了，他坦诚用词错误了。他说我用靶心这个词是个错误，我的意思是要关注他 ，focus 他，并不是真的要把他置在靶心打没想到一语成谶拜登说呢，他们会公布独立的调查报告到底怎么回事？包括甘乃迪到现在为什么，其实都还有不同的讲法。你看那个谁杀了甘乃迪电影各种不同电影都出来那。现在说那个枪手打川普的位置是最佳的狙击位，为什么维安人员不再让给枪手呢？所以现在各种阴谋论出来了，说是特勤局故意的让枪手在那边打。特勤局为什么要故意让枪手打？包括甘乃迪那时候也是讲这是国家的情报单位呢故意把甘乃迪找人把甘乃迪暗杀的所以呢，现在疑点重重。那个时候甘乃迪时候呢，还没有这么多社群媒体，现在网络社群媒体各种揣测
而且呢，这个美国特勤组还说，我们早就知道川普的那个屋顶是维安的漏洞，但是不是我们维护啊，那是场外啊，120公尺，那是当地警察要去看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漏洞，我们也不能去啊。那不是当时分工不是我们啊，是当地的警察哦。而且呢，这个枪响前，所有警察发现枪手在屋顶哦，然后呢，结果呢，警长现在坦承维安失败哦，那又怎样呢？哦，那另外呢，特勤局长说承担这个责任我要承担，但我不会辞职。大家还讲他哦，现在女探员太多了，就他去了以后呢，为了多元增加一大堆女探员哦。那我觉得这个跟男女无关了，你真的看到了，女的也可以把他干掉啊。那另外呢，说这个刺杀川普的枪手电脑手机破解 ，FBI 傻眼了，破了半天说找不到犯罪动机啊，没有什么，为什么也不知道啊？来，这个洪泰兄，不管有人说自导自演，或者是暗杀，暗杀当然是另外一个党叫暗杀的。我想最后都不会有结论，啊。我现在每天花很多时间在看美国的新闻，就是，你想想看，这个特勤局到底是要听现在民主党的话，还是要去帮助共和党？这个都是揣测了哈。我想刚才我还讲的重点，你看他这个造势的场子只含2个 ，Fight 跟 USA。我相信美国人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现在如果现在马上投票，大概胜负已定了哈。我想他找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Vance 啊，他是1985年出生的。美国1990年、91年啊，推动这个就苏联解体了以后，推动全球化。全球化到了奥巴马那个时候，差不多2015年，他们觉得全球化带给了中国大陆繁荣，台湾当然也是受惠的。美国的中产阶级不见了，所以Vance 他说是他的电影，他的事情拍成电影，类似里面就有这样子的故事。那川普现在喊的意思是讲说，我不能让大量的移民进来，大量的移民进来会影响到摇摆州的选举的结果。还有他要提高关税，他甚至想要用关税来取得所得税，这代表是什么？他想要恢复中产阶级。我相信这2点当然他有很多点，这2点会赢得很多年轻族群的选票啊。对川普选举有没有帮助？我相信是有的哈。川普也应该会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像举例刚才大谈他这个副总统这个提名人，他在湾区认识很多的这个 venture capital 或那些人哈，这些人都是很年轻有理想、都高所得的人。这些人传统他们比较 liberal 啊，但是因为我相信你很多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会支持川普多一点。这些人原来都支持民主党比较多了，好莱坞一样。不，基本上是这样的哈。就刚刚这个分委员讲，这个全球化是美国搞出来的。美国人呢没有安什么好心，他认为全球化以后美国会得利，美国会打遍天下无敌手，所有都是美国公司去打到这个 multinational， 打到这个全世界去。没想到中间跑个中国出来，所以美国想都没想到，所以他现在不要搞全球化了，哦，那。另外呢，其实，在枪击案没发生之前，很多美国回来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川普会当选，为什么呢？太贵了，你们去美国，物价太贵了，美国现在，非常贵，一般中产阶级根本就生活都很辛苦的，那物价贵怪谁？当然怪你现任政府嘛。另外就是移民，所以一个物价经济的问题，一个移民政策的问题，移民也是搞得美国昏头了哈，因为民主党很开放移民政策。所以光这2个大概就可以让川普当选，更何况又加上这个拜登的这种表现的这个不好，然后再加上川普的被枪击哈。那美国物价贵，你再回想为什么会贵？我在想，当然原因很多了。从川普开始把关税这样提高，物价会不涨吗？物价涨到时候害了谁呢？当然害到收入比他低的人嘛。所以大家最怕通货膨胀，谁怕通货膨胀？所得越低越怕通货膨胀嘛。我们看一下。
现场民众惊声尖叫，紧接着传出连续枪响，川普支持者在慌乱中逃窜。I'm at the Trump rally and somebody just started shooting. What just happened?枪手大拉拉在屋顶上架枪，瞄准方向就是美国前总统川普。时间回到开枪前几分钟。当时川普还在造势台上慷慨激昂演说，不过周围群众早发现不对劲。当地晚间6点04分，川普站上讲台7分钟后，有人朝看台开枪，3秒后狙击手立刻击毙嫌犯。命在旦夕，川普不忘喊着让我先穿鞋。这起枪击案后，挺川普和挺拜登两边都出现阴谋论，拜登支持者质疑川普自导自演。Somehow orchestrated this event as a way to garner sympathy and support from Americans. 川粉则认为特勤人员有问题。That the Secret Service was slow to protect the former president, perhaps on the orders of the White House. 因为枪手所在位置正好是舞台的制高点，特勤队居然没有事先进空，还让嫌犯拿长枪埋伏。目前 FBI 初步认定嫌犯是孤狼犯案，属于潜在国内恐怖行动，定调为暗杀未遂。不过嫌犯目前没有策划其他攻击，这次暗杀动机正在深入调查。20岁哦，也没有什么资料也找不到哦。本来还想参加学校的这个狙击队，说他打不准，太危险了。就叫他不要来，就好，你不让我参加这个校队，我就打个大卡给你们看。来，魏珊。是，我想这也不是什么阴谋论啦。其实说实在，你这个长枪这么遥远，你要真的打到人也是蛮难的。但川普确实是幸运哦，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解说，其实当时川普本来是往其中的一边在看，然后他是突然为了要去看这个大字报这个提词机，他转了一侧，不然这个所谓的子弹可能真的会射进他的太阳穴，所以这也算是他很幸运的这个地方啦。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选举啊，在这个枪击事件之后，我相信这个川普的声势当然会如日中天啦，因为说在这么危险的这个状况下，他就是存活了下来。那我想这个会有助于他在凝聚他这个所谓支持者的气势。那我们也看到，其实他挑选了这个副手这个范斯，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策略的地方，因为他这个范斯他本身是俄亥俄州的议员嘛，那大家知道说俄亥俄州本来就是摇摆州，所谓得俄亥俄州者就会得天下。他今天找了当地的这样的一个议员来做一个合作，那他又是年轻人，才39岁，再加上他很特别，他是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这样的一个小孩。那他本身他的太太又是印度裔，等于说他的这个整个人设呢，跟川普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那有助于他去集中一个不同地区的这个选票。那我想这个川普本身是聪明的啦，无论过去这个范斯讲了他什么样子的坏话，那毕竟你作为一个政治的上位者，你就是要有这个容人的雅量。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挑选了这样的一个副手，我觉得他是聪明的。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选举真的很奇怪，到最后啊，就是摇摆州，因为他这个选举人制，对不对？是，你说纽约州、加州会投给共和党，我看很不容易，就是民主党天下嘛，怎么样都是民主党天下，你也不必去那也没用，就这7个摇摆州，哦，摇到这里，摇到那里，就决定是谁，哦，所以美国这个选举制真的也蛮怪的。来，佩君。最近这个网络广传一个迷因哦，就是刚刚大家都看到那个川普中枪的那一瞬间哦，蓝天之下，然后振臂在国旗之下喊这个战斗。那对比另外一张照片，就是拜登在楼梯上面扑街，在空军1号，然后媒体还数有更甚，媒体帮他数，这是他上任以来第4次在空军1号的楼梯上面摔倒。那这代表什么？这个代表这两个人体力上面用画面不言而喻哦。所以我觉得对拜登最近的这个岌岌可危的选情来讲，又是重重的一击。所以最近这个网络上面广传一张迷因，就是对比图，上面就是拜登的那个振臂高呼，下面就是拜登跌倒，然后旁白就是拜登对川普对子弹，拜登对楼梯，然后这个体力看起来就用照片说话。那4度在空军1号楼梯跌倒，这还不包括他今年6月在这个空军官校毕业典礼被沙包绊倒的那种，还没有算呢。所以他在公开场合时不时的展现老态，然后还有这个跟这几个月来持续低迷的选情，基本上是互为因果。那再加上这个两个人的整体形象一对比之下，真的是雪上加霜。那当然这是外部不可控的加分因素，那内部
可控，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副手人选哦。刚刚大佬很清楚的讲了范斯的出身背景，那他跟川普主要诉求的白人中产或者是基层的这个阶级非常有共鸣，因为对比出身背景非常优渥的川普，他的这个他正好就是美国经济发展下可以说是被抛弃的那些阶级或者区域成长而且崛起的。那范斯他自己过往从政的经验，他对移民、对外交、对贸易、对家庭这些议题，你去看他的发言跟立场其实是偏保守的。那这个跟共和党的主流价值是吻合的。所以虽然现在包括这个民主党建立欣喜，或者是这个共和党可能党内有一些人见缝插针说，他过去不是批川普吗？但是你仔细去看，他2016年大力反川普，可是在川普上任之后已经慢慢的改变了。那到2020年川普竞选连任的时候，他其实是公开的支持他。那甚至他在2022年要以素人之姿参选的时候，他当时也得到川普的背书哦。那现在如果真的要讲，可能如果作为美国总统副总统候选人，39岁，然后选过的第一个公职是联邦参议员，可能相对来讲政治经历不是那么丰富，可是他的年纪这个39岁，还有他刚刚讲的出身背景，跟川普刚好是完美的互补哦。所以就算这个党内或者是刚刚讲的对手阵营对他的过去言论有一些质疑，可是不要忘了，这个被质疑的本人川普都没有放在心上，他已经接受，而且点名他做出这个副手，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组合是有加分的效果。而且奥巴马那也是第一任参议员，就是选总统就选上了，不要忘了哈。蓝婉慧。我自己是看了一下那个川普，他其实在这个他原来原定应该是在全代会18号的时候会有一个演说，那原先大家预期他可能对拜登会有比较多的一个攻击，但是在这个枪击案之后，我也蛮认同刚刚这个大佬讲的，就是说，我认为川普接下来，因为他整个的一个声势，就像刚刚前面讨论，在全代会上面，在公布每一周的一个得票数的时候，现场的气氛真的非常的沸腾。我去看了那个直播，不是喊 fight 就是喊 USA 哈，所以我觉得川普接下来他的一个狂言会少一点点哈，因为他在这个最近今天应该有受到采访，他讲到就是说，他希望哈可以这个团结我们的国家，其实跟这个拜登在枪击案一发生的时候讲的是一样，但是呢，他又讲了一句非常重要，他说人民分裂的很严重哈。那我想川普他会渐渐转向，因为他大家知道说他在这个枪击案之后，他的整个声势也有上来，所以我觉得他接下来不会像之前那么的激进，因为像这个枪手目前好像找不到任何相关的一个证据。那看起来这个20岁的孩子，他其实是在学校是比较边缘的人哈，所以我想之前有可能就是川普有一些言论上面也比较激动一点，也激发了他的一些想法。就川普很容易激起人民的对立跟仇恨嘛，而且这个枪击也激化了对立哦，所以川普、拜登都要喊团结啊，团结啊。那另外呢，民主党啊，在这个期间，共和党的大会期间呢，本来要造势反击的都停了，因为只要做的广告都是骂川普的嘛，就先暂停了哈。那网络上都很多用自导自演，疯狂洗版 X 平台，这是美国人自己那另外呢，这个现在阴谋论四起，就是到处都觉得说，哇，这是自导自演弄出来的，等等等等哈。那所以呢，到底这个会怎样因为网络上你也很难去讲什么对啊，什么不对啊，反正就是传啊，到处传。休息一下再回来。